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凭空，以及怎么样去凭空数字货币。首先，本期的视频强哥还是以 PPT 的形式展现给大家，希望这样带领大家去还原我们高中读书那会儿的一个情景。我认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吸收知识最快的一个。本期视频会讲得非常仔细，尽量的让大家去通俗易懂理解什么是凭空，以及怎么去凭空数字货币。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好，大家看到了，我们第一部分是凭空加数字货币连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凭空。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大空头，我们将这个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将这个人变为小明，后来你发现在数字货币市场随着美股的波动，它有了大量的下跌趋势，你就想去做空数字货币。此时你的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肯定对外就是发这么一个需求，我要借100颗比特币。你发出了需求，那现在有人看出来说我愿意借给你，但是呢你要给我付一定的利息，就有人响应了，他就表示我可以借。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借给了小明100颗比特币，你们两个就做了一个约定，借我100颗比特币，那到时候你就要还我100颗比特币，再加上一部分的利息，也就是说你借什么东西我要还什么东西，再加他应得的一部分的利息。那你借到比特币过后呢，你拿到比特币过后，你要进行下一步是什么？那肯定，那小明拿到了这个100颗比特币，他要干什么？那就是进行下一步动作，就是立马卖出比特币。那假如说这个比特币当时借的时候是5万一颗，那他现在卖出去是不是得到了100乘以5等于500万美金？这是他借的时候的一个价格，那么他就得到了500万美金。那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希望比特币的价格是什么？还要往下跌，因为只有比特币下跌之后他才可以赚，对不对？因为他借的时候是高，比如说比特币它下跌到了每万300颗，他现在就继续买100个比特币，因为他之前借了100个比特币，他卖了500万，那现在下跌到了每颗3万，手头上已经卖出去了100个，就有500万现金。那他现在下跌过后，那我买100颗是不是只要300万，对不对？现在发掉300万，那我们口袋里还有什么剩200万，对不对？这个时候什么把欠的100颗比特币还掉，再加上我大不了给他利息1万的利息，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是什么净赚了将近200万，对吧？大家是不是看起来这个流程非常的顺畅？而且呢，小明用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赚了这200万，对不对？实际上呢，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就有一个疑问，对不对？你说借就借吗？谁借给你，对不对？哪个傻子会借出这个钱？你凭什么借？你算老几啊？银行贷款还有抵押货物，你拿什么去抵押？你靠什么借出来，对不对？谁借给你？其实现在就有这个人做的事，就是交易所就承担了这个角色。比如欧易、币安，他们这些交易所愿意借给你是为什么？因为交易所人家有钱呢，人家是干嘛的？人家就是开赌场的，赌场你当然不能拒绝，对不对？赌客来你这里借钱，对不对？赌场自己他也不赌，但是你是赌客，乐意赌，好，那我就借给你啊，无所谓啊，只要你最后还上我就好了，对不对？那交易所借给你多少，有可能把交易所借给你的最终都全部亏光，对不对？那怎么办？你得给我怎么交点保证金，对不对？那很多人又有疑问了，如果我有钱交这个保证金，那我还找你借钱干嘛？那其实说起来，这个保证金有一个放大的作用。比如我们现在的保证金是100美元，如果我们要去开杠杆去凭空比例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个5倍，仓位的大小就变成了100乘以5等于500U。那比如说现在的比特价真的如你所愿，而且下跌了1%，但我实际的仓库盈利多少呢？我实际仓库的盈利是不是5%？因为我开的5倍的杠杆，对不对？小明从现在最开始比较倒霉的是，这个比特价如果它上涨了，它涨了10%，那现在的话小明其实就要亏50%。所谓的这个对应的比例就是你杠杆倍数和实际现货的乘积，它两者的乘积决定你盈利的比例。如果现在说它比特币的价格继续往上涨，涨到20%，那么小明亏的是多少？那就开了5倍，对不对？那就是100%都亏完了。小明是不是帮保证金都全部亏光了，对不对？保证金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一个事情，是什么？这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叫什么呢？就叫我们常见所说的爆仓。
因为它的保证金亏成零蛋了。好，那我们现在简短的说了做空和爆仓，再去参与所谓的活跃交易，一些有心的朋友应该也会发现，为什么在这里面是没有利息的存在，对不对？为什么你从其他人那里借的股票啊，或者现金啊，都有利息，对吧？虚拟货币的话，为什么没有利息？因为交易所希望你去赌，他不要利息，随便借，只要你亏的时候先亏掉你的保证金，反正亏不到我借给你的本金。你亏的话，先把你的保证金亏完，当你保证金亏光之后呢，立马就给你平仓掉，强制平仓。那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就爆仓，单子就没有了。我借给你的那笔钱呢，它也就是安全。反过来说，如果你有能耐拿到我借给你的钱去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就无所谓，这些钱应该都是你的，我就给你好了，你只需要最后帮你借我那点钱还上，平仓掉就 OK 了。所以这就是交易所打的如意算盘。那么很多小伙伴们是否会觉得现在这个生意好像还可以，因为交易所给我们的是没有这个利息存在的。那在这里是我自己用学习经验及知道的趋势分析、技术分析赚的这笔钱，我是不是应该理所当然拿到我该拿的钱？但是呢，整体的活跃交易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有以下几个坑啊，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几个坑之后再去参与所谓的活跃交易。首先第一个呢，查证是情况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多单，你现在持有的仓位是多仓，比如说我们这条 K 线图，这个是时间，这个是价格，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好，一直往上面升。但是有可能呢，因为市场在极端的行情下波动，会突然的来一根针插到老底，立马收回去继续，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干什么？爆仓。因为这种查证的情况其实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目前交易所有了很大改善，但绝对的事情也不是很绝对啊，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啊。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都知道亚洲人都好赌，有的时候你会赌的什么上头，但凡你上了头，在这里就奉劝大家就不要去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严格的设定自己的一个交易计划，当价格到了叉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止损，而且这个是在要在开单前就要想好，当价格到叉叉叉的时候，我们的止盈一半设定好，马上就平仓平掉。还有一种就是形态，包括什么时候睡觉啊，都要设置好，是不是睡之前我就要帮这个平仓平掉。希望结合这几点给大家一个相应的启发啊。下面呢，我就会给大家来个实际演示啊，如何在币安交易所去凭空数字货币，而且会把每一个地方呢它代表的意思都会跟小伙伴说得很清楚，希望小伙伴们有耐心的看完，一起共同学习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演示啊。我们来到了币安的交易所页面，如果小伙伴们还没有下载安装币安交易所，可以点击强哥视频下方的链接啊，点击进去可以直接下载安装，可以享受20%的优惠。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页面，看到这个右下角这里有活跃，对吧？我们点击一下活跃，这个左上角我们看到有优本位、低本位、期权。期权这个东西小伙伴们不用去了解啊，因为现在基本上用的人很少了。我们来看一下优本位跟 B 本位的关系。优本位呢，你的保证金是 USDT， 那么你赚的就是 USDT。 B 本位呢，它就是你的保证金是比特币，那么你赚的就是比特币，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啊。为了方便计算呢，我们一般都是用优本位，但是我们在这操作之前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可用开仓下面有个可用，这里对吧？它是0 USDT，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是什么？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资金，要有一个划转，我们要从现货账户里面划转到优本位活跃账户里面，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做活跃，对不对？那我们就点一下最大，强哥这里可以最大可以 10.4 个 USDT 啊，那确认划转，那我们这里划转成功了，我们再点活跃，那我们点一下这里币种，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永续 USDC 永续交割小伙伴们不用去管它啊，基本上也是没人使用它的了，基本上是淘汰了。我们剩下的就是永续了啊。永续我们这里也看得到比特币 BTC USDT 它还是第一啊，还有一个以太坊 USDT， 那我们就在这里以太坊的，那我们在这个下面看到有一个以太坊，在下面看到有一个逐仓，我们点开它有一个是什么意思？一个保证金模式，
一个是全仓，一个是逐仓，大家了解一下啊。全仓是保证金资产相同的全仓仓位共享该资产的全仓保证金，在强平事件中，交易者可能会损失全部的该保证金和该保证金资产下的所有全仓仓位。也就是说，你在做某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保证金只有开仓的时候只有开房的币种，对吧？但是在强平事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爆仓，你在其他仓位的币种，比如说比特币、泰达币，对吧？它会帮你共享到这个全仓位来扛单，那就会影响损失。逐仓就很理解了啊，一定数量保证金分配到仓位上，如果仓位保证金亏损到低于维持的保证金水平，仓位将被强平。在逐仓模式下，你可以将这个仓位添加或减少保证金。在这里强哥就举个例啊，比如说一艘大轮船，对吧？它上面有20个方格，当漏水的时候，它可能只进1个方格漏水，2个方格漏水，那我们可以进行修补，对吧？但如果这是轮船的时候没有方格的时候，那是不是整艘船都被淹没了？这个应该都理解到了吧？再简单一点，就是你手上有总资金，对吧？你投了10个项目，其中1个项目亏损了，那只亏损你总资金的1/10。但如果你没有投10个项目，总资金投到1个项目上，那是不是你就全部的总资产就亏掉了？它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点一下逐仓，在下面就是一个倍数啊，杠杆的倍数，这个就看我们小伙伴们自行去选择。强哥在学习当中呢，一般都是3倍啊、5倍啊、10倍用的多一点啊，那我们就选10倍吧，无所谓的啊。后面还有一个资产模式，一个单币总的保金模式，一个联合保证金模式。这个跟逐仓跟那个全仓的意思有点相同啊。单币保证金，也就是说我开仓的时候，单币种保证金模式仅支持使用活跃的保证金资产交易优本位的合约，保证金资产相同的全仓位亏盈相互抵消，支持全仓和逐仓。联合保证金模式，我们先看一下啊，是联合保证金支持全仓模式，这个应该一听这个意思就明白啊。比如说我们总账户上有1万的总资产，就不同的币种有比特币，有以太坊，还有其他的。如果我们开仓做优本位，我们只开5000，对吧？在强平的时候，那我们只损失这5000，另外的5000是没问题的。如果我们选联合保证金模式，那就是全仓位，你其他没有开仓的，它也会进入到你的这个仓保证金模式里面进行扛单，所以这个是在活跃里面是不友好的啊，我们一定要改正。所以我们选单币种保证金模式就好了，点一下就好了啊。那我们在这后面看有一个资金汇率啊，这里有个0.008%， 0.0080，在后面一个倒计时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想让开多的人帮资金汇率给开空的一个形式，但如果是负的，是吧？负0.0079%，也就是说，我想让开空的人让开多的人出那个资金汇率，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看这个资金汇率去比较做多的人多还是做空的人多。信息小伙伴可以下来稍微去关注一下，但它不是最核心的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个资金汇率的一个概念就可以了，了解一下。你想看一个 K 线图的话，这里有2个像人一样的，我们点开一下，那这就是 K 线图啊。我们不建议在手机上看啊，强哥这个是手机演示的，看的信息也不怎么清楚，也不很多，看的信息也不多，尽量在电脑端上去看吧。看到有个没有？加等于相当于就是个计算器，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做多跟做空，你可以计算你开仓的价格。比如说这里做多，比如说我们回到这里看一下这个盘口中间，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市价开仓价格2520，我们就用那个计算器算一下，我们的开仓价格是2520。如果我们的平仓价格，也就是我们平仓价格要在2600，成交数量1，那我们计算一下，初始保证金126，收银160，这是以太坊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再计算止损的一个价格2300、2400，那我们乘负的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是做多，做空呢，平仓我们2600吧，这就是我们止损，我们保证金126，收银还
-80，这个只是在做空的情况下做的呀，倍率在20倍的时候，所以这个小伙伴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大概计算它的一个合约计划的一个合理性，开仓跟平仓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就很简单的。那再下来就是再下来我们就刚才说了一点一个盘口啊，在红色的部分大家想以这个价位去卖我手上的以太坊啊，下面绿色的部分就是说我想以这个价格去买进这个以太坊，中间这个就是现在成交的一个价格啊，8个小时以内的一个成交价格。那我们点一下市价单，这里我们有个限价单，限价单是什么意思？就是由我们自己去限价，比如说我想以什么一个价格去卖出，对吧？我们现在的盘口价格是2521的一个价格，我要是不是我自己想2600的一个价格去卖出，我想以这个卖的数量是2个，那我们就可以，它平台只能涨到2600，它才会给你卖。我们买的一样，我们想以最低的价格，现在是2500，按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不是2420数量买一个，那我们就挂2420，它就会丢给我们右边这个绿色部分挂单，到了2420，它会自动的买入，这就是一个限价单。止盈止损也一样啊，止盈止损就是说开仓，我们想以一个什么开仓，是以一个市价单开仓，也就是说2521开仓，我们的止损你想设置到什么哪个点，我们可以手动设置，对吧？因为它涨得越高，我们就损失越高，所以我们止损可以2580吧。止盈的话，你就是可以看到下跌到多少，现在盘口价是2521，那我们是可以说到下跌2400，你可以标记。但是如果是说你想赚的更多，你不想设置，我们也可以不用设置去掉，这样也可以。这就是止盈止损的一个模式啊。那我们现在就开一个单吧，开仓的话还是按市价单，我们止损的话现在是2520，我们就设到2580吧，我们就这个倍数就拉到90%吧。我们是开空成功，那我们已经开空了啊，我们的持仓仓位就在给你赚钱了。下面大家看到没有，持仓仓位强平价格是2760。那再下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个杠杆。杠杆是什么意思？杠杆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保证金等于倍数乘以保证金，你倍数越小，那它的风险越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合理去调整杠杆哦。还有最后一个强平价格，它就是大于开仓价格，它就会给你仓强平掉了。那你看我们的合约它就在给我们赚钱哦。还有这里有一个当前委托，当前委托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止损触发条件是2580，平台它就会给我们自动委托出掉，基本的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哦。其实学起来也非常简单，小伙伴们可以去实操，通过50、30是慢慢熟悉一下，当练手。因为只有我们实操的时候才能碰到问题，才能遇到问题，才能慢慢学习。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本期视频对小伙伴有帮助，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强哥点个关注，开启小铃铛，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